的是啥呀？要不就是遭雷劈了啊！树皮，看着大树倒了，幸亏没人呐！哎呀，那太沉了，那上面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Welcome back, my Mr. 猫怪 Curse. OK， 我们今天继续制作这个 JK 女孩啊，非常的可爱的一个女孩子。我们之前呢做了她的一个待机动画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制作她的一个shake 是什么呢？就是表示她高兴的时候啊，高兴的时候她要做一些颤抖。那么颤抖的动画怎么来做呢？其实这个动画非常简单啊。身体只要简单的颤动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首先要把 idle 所有的关键帧，第一帧关键帧复制到这一帧。这个动画比较短，大概也就10几帧左右。那么我做一个20帧的动画，在第一帧呢，它可能受到了一个外面高兴的一个刺激，那它身体抖动一下，对吧？它稍微往上一点，然后第二帧呢可能会往下一点，一个反向的动力，就是一个颤抖痉挛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但是快一点啊，速度稍微近一些。痉挛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光做这个身体是不行的，它痉挛呢，可能身体要跟随一些这个有一些反向的移动。那比如说身体第一帧是整体的身体都往上移动了，那么它的头可能会稍微往下移动一点。然后呢，第二帧身体往上移动了。第二帧身体往下移动了，那么头部要做一个相反的移动，反向跟随，后面再做一个反应，一个这种的感觉，对吧？你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接着做。手臂呢，第一帧往下移，在身体往下的时候，手臂要做相反的移动，往上，往上，这样跟随。身体，这个身体怎么不回来了？身体后面少了一帧啊。第一帧身体向上，第二帧身体向下，第三帧身体往上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相反的力，再弹一下。这种感觉，对吧？震颤一下，震颤98，身体这个时候身体往上，然后手臂做相反的跟随，在身体最后往上，这样手臂跟回来，对吧？这个你也可以不用完全两只手臂同步啊，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快的一个动作。大臂，你看大臂往上移动的时候，小臂是往下移动；大臂往下移动，小臂就要往上移动。如果你看过我曲线运动的那节课的话，你就会理解啊。相反移动，一个震颤是吧？然后我们让那个手也跟随一点动画啊，手就要跟着小臂的移动方向去做一个跟随了。这是左手，好，然后我们做这个裙摆啊。裙摆呢，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，做一点这个除了角度变化，我们做一点缩放的变化。第一级稍微变大一点，然后它有一点这个上面一部分摆起来，然后再摆下去的一个感觉，对吧？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给加长。但这个呢，其实这种方法不是特别适合这种嵌套性的骨骼啊。如果这三级骨骼，它是一个同级的话，其实这种动画会比较好调啊。我只不过是想在这个动画试一下。每一部分的放大要比上一集稍微滞后一点。
来看看这个效果，完全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就是因为这个父子级的影响，不太适合这个动画啊。不管它，反正这个动画很快，只要没人挑我毛病，就放在这儿了，对吧？你要学会在公司里面的生存之道。谁要看了我这个视频，知道啊，你们公司收了这么一个家伙，真是万幸。哇，哎，这个摆动太严重了啊！然后每一集呢，动作都稍微比之前滞后一点，对吧？有点这种感觉就行了。这个放大实在是太奇怪了，缩小一点吧，不要太影响整体的这种效果就可以。那么后面这个呢，我不想做那种诡异的动画了啊，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摆动就行了。哎，相反方向移动，然后摆回来，末端做一个跟随，反向移动，然后回来。好，然后呢是发型，你别看这样一个小的动作，其实要调的细节很多啊，就是有点浪费时间，这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。我呢就觉得按照我的套路去调了吧，尽量调快一点，不想在这个动作上太花费时间，还是挺累人的调这个东西。有点事，暂停一下。OK，continue 啊，continue，我们刚才调到哪儿了？啊，这个头发，刚才呢调了这个头发的第一级骨骼，那第二级呢一般都是一个跟随，只要第一级骨骼调的没有问题，第二级就根据第三级的第一级的运动方向调一个相反的跟随，稍微滞后一点的同方向就是，对吧？如果还不理解这个东西的话，去听我曲线运动的那个课，非常重要，一劳永逸，只要一旦学会，你一辈子都可以靠着吃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像我一样，永远混迹在生活最底线。哎，感觉右侧的那个头发的权重有点问题啊，怎么看着那么别扭？来，我们打开权重调整一下。少绑了一根骨骼，我说的那么难受呢，是不是？绑定一下，重新刷一下权重。哎，现在都正常。头部的颤动感觉移动的范围不太够。这样就好一点，对吧？身体我们再加一点这种颤动啊。哎，你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管它，反正就是一个很短的颤动。好了，我们这个 shake 调完了，我们再调节下一个动作啊。下一个动作叫 happy，happy 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举起他的毕业证书挥舞一下，哎，挥舞一下，他很高兴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调一个 happy，也是呢，先把 idol 的第一帧复制到 happy 这里面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从 idol 开始的，然后进入到这个 happy，再从 happy 回到这个 idol，所以呢都是一个循环。都要从这个 happy idol 的第一帧开始。那么我们在挥舞这个毕业证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？就是让他非常高兴，从上往下挥舞一下啊。首先抬手，顺便呢可以抬一点这个肩膀的。你好，您进来吧，没关系。得，然后给吓跑了。先抬这个右手，
右手呢，但是这个动作它本身是一个面向镜头的动作，所以，哎，在公司这个项目是非常麻烦的，就是这一点。它要面向镜头挥舞，你看我现在只能做一个侧面的挥舞，其实有很多方法，没有很多方法，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调整成面向镜头，但是很麻烦，所以我就不爱去做这个动画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先要调节一下它右小臂的这个网格，右小臂的网格要按照网格的这种结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网格，哎，转一下，这样的网格，然后调节一下，你看它这两个还分开，我失误了，应该把它合到一层去。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网格的遮挡，才能把这种正向镜头的带有透视变化的动画做出来的，很麻烦啊，在 Spine 里去实现这种动画。但是既然咱们揽了这个瓷器活，就不得不去找这个金刚钻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找不到。最讨厌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画的这个角色是一个正面的角色，对吧？这个正向镜头的一个 JK 可爱的女孩子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面向镜头的攻击的动作，然后那些策划去拿 AFK 那个游戏来跟我做例子，说你看看这个 AFK 的攻击怎么那么顺畅，为什么我们攻击就这么难受啊？是我水平问题，愧对江东父老，是不是？唉，愧对成为一个 animator，人家拿 AFK 来跟我举例子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对吧？如果咱们是 AFK 的话，我也可以这样攻击，街霸视角是不是？我也可以这样攻击，我可以吗 ？Of course I can't。那不管人家策划说什么，咱们就得调什么，是不是？面向镜头的一个挥舞毕业证书的 Happy Action， 哎，咱们调一个试试啊。像这种动作呢，啊，对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角度去掉，就不能调这个角度了，这是不能用的。给你们解密一下面向镜头的调节方法，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方式啊，而且我这个网格，哎呀，还有点问题，真的挺麻烦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不能借助于这个骨骼了啊，你也不能做这种动画，它压缩的有点厉害啊。之前用过这种方法，效果也不是特别好。我的方法呢是用网格，首先呢给这两个网格创建一个动画，创建一个关键帧，然后呢在该缩短的时候，大臂也加上吧，大臂也加一个关键帧，然后在第10帧的时候把大臂，一般我用这个方法就是在哪里去了？网格工具啊，网格工具，把它的软选择先勾上，然后直接调这个网格的长度啊，网格的这个范围吧，网格范围，然后把下面2根骨骼直接移动到这个位置，这样呢就是模拟一个正向镜头的骨骼弯曲效果。这样呢调节起来其实是更加灵活一点。然后手部怎么办？手部就不调网格了，手直接调这个骨骼啊，直接调这个骨骼的移动。这样下来，这个时候的千万不要再动这2根骨骼的角度和位置了啊！千万不要动它们。如果你调了这2个骨骼内部的网格的动画，那么就不要动这2根骨骼，你只能动一个。你如果动了它的角度，你就不要动网格啊，一定要取一个，否则调节起来非常混乱。先做这样一个预备动作，然后呢，第12帧的时候要做一个它向外，向外这样挥动的动作，挥动毕业，我毕业了，非常高兴的一个动作，对吧？你看看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就是虽然它也不是完全冲着镜头啊，但至少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。这个图层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这样？然后在这一帧的时候呢，我们稍微调节一下这个图层的这个网格还得修一下啊。这个网格要加一个这根线，因为它带了一个
学生护腕嘛，是不是？这它的一个学生的护腕，所以呢，在调节这个动画的时候，我们要给这个学生护腕稍微加一点点透视的感觉，把这个软选择去掉，带有一点点，这个效果。当然，这一部分你就要往后给它来一点了，往后走一点，大臂啊，再往后来一些，然后。手腕部的透视也往上调一点，这个呢就带有一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透视啊，这个透视调的强烈一些。当然，它要求你的网格可能要再修正一下，就是我们把网格再调一下，这个网格目前是用不了的，调整一下这根骨骼的这根网格的位置，这儿不够，加一个点，对吧？这就是。我们在做这种动画的时候，就像做手术一样，一点一点的去解决它的问题。因为每一张原画都不一样，每一张原画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，所以像调这种特殊动作的时候，那么就要去慢慢的去调这个点，最终还是可以实现的啊，可能不会那么完美，但是还能达到模拟的这种效果。我想把这个手腕呢，就是面向镜头的这种效果调的强烈一点，那么就第一个你要把这个透视的感觉调出来。然后远处呢可以稍微缩小一点，因为它变远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观察一下这种效果，是不是有点模拟出来这种透视的感觉了？哎，看看这种效果，对吧？当然它的，它的这个毕业证书呢，你就也可以做一些这种动画，那加一点透视，比如说这个位置我把前面加大一点。啊，后面小一点，做一点这种透视的效果啊。但是在我这儿还不行啊，因为我前面还有些东西没有放出来啊，所以这个毕业证书我就暂时先这样。只要看着它不是完全往侧面攻击的就好一些。然后什么攻击呀？挥动啊，挥动。这是第10帧啊，第10帧。然后我们调一下这个手腕的角度，手腕。稍微往里来一点，然后第12帧把这个挥动出去啊，毕业证书挥动出去，大概是，怎么看都难受，是吧？先做成这样吧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第1帧复制到最后1帧，这个动作差不多30帧左右就可以了。看看一个 happy 啊，挥动的动作是一个。我本来是说从上往下挥动，怎么做成这样？加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没关系啊，我整体调了一个大臂的角度，它是带着整个的大臂、小臂一起来调节的，结果还是向侧面攻击啊，侧面挥动，是不是？巧妇难为无透视之炊嘛，是不是？没办法。预备，这种方法呢，能稍微避免一点，就是不会让它出现这种。如果你不调这个网格的话，他的手可能就在这个位置，就在原来这个骨骼的位置，就会显得很长。这种稍微避免一点那种太侧面的感觉啊。反正我们都是这样来调节的，因为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好，就这样吧，给一个网格看看效果，给一个曲线啊，看看效果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动势差不多没什么太大问题，然后整体的这个躯干来点这种动势。在第12帧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让这个手臂啊，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应该挥舞到身体的前面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调整整体的这个角色的
层级。因为它默认的这个层级呢，小 b，包括拿的这个毕业证书是在屁股后面的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在设置状态下去修改它，那么就在动画里面来修改层级。首先选中这一部分啊，这是小 b 的部分，挥舞起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它应该直接挥舞到身体的前面，所以整个把这些图层拖拽到最上面就可以了，盖住所有的东西。哎，行了，那大家记住啊，如果它是一个常态的图层出问题了，那比如说这一部分，我看看这，这是整个的左手，这层是什么？这是帽子，像这个图层就有问题啊。我们的头啊，整个的头，看一下这个头部在这个位置，这是头发，对吧？这几层是头发，头发30到31直接变成手了，但是本身呢，这个36应该是在整个脑部的位置，它应该盖住这个头发，这是一个常态的状态错误，所以呢，要在设置状态下去调节它的这个常态的动作，那么就把设置状态下把这个36直接拽到这儿，啊，拽到，哎，拽错了，拽到这儿，咦？对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啊。对，这是没问题的。然后上面呢，这是左手，左手常态就应该在这个位置，因为它无论怎么，它无论怎么移动，它都是在这个身体前面的。那么再注意一下这个屁帘这个位置，这它的图层我看看啊，目前也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因为它的常态是右手都在后面，所以呢，这几个图层是在最后几层的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呢，后面这个头发也没什么问题啊，因为它应该放到最后面啊，它放到最后面。再看看啊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好，这是整体的图层啊。临时的图层变化呢，就是在动画里面去调节。你看，这是本来后面的右手挥舞的时候跑到前面来了，那么就在这儿加一个临时调整一下图层啊，加一个图层的关键帧。回去就不用管它了啊。好了，我们调一下关键帧，这个首尾不一样了，先把关键帧调一下，然后呢再调一下其他的跟随。你看，这就是先调整体的动作，然后最后调细节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在这个动作上，我可以加一些身体的横向摆动。你看，我横向摆动调节的就是这根骨骼，上下摆动、上下移动调节的是这根骨骼。最好不要混着调，混着调会比较混乱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来调发型。发型呢，就这几根头发的主骨一起来调。首先，先调头啊，一定要先调头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反向的跟随。这个节奏有点不太对啊。这样跟随就比较正确了，对吧？先把头部的跟随调的没错了，你再调这个头发的跟随，一步一步来，否则调起来的话可能都是错的。这样跟过来，然后这样一个跟随。好，然后呢，调刺激的头发。刺激的头发这个动作不是特别复杂，所以这个刺激2级跟3级我就一起来调节了啊，这是一个相反的移动。调错了，一个急速的往这边移动，头发这样跟随啊。你看我有的时候调也是有点犯晕，还是得调这个3级啊，3级不这么调不行。No， 反了。这就是因为主骨跟随的
范围不够广，所以下面子集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。突然往上移动，投个这样一个跟随，然后反过来回来一个跟随，看着怎么那么别扭？就这样了啊，就这样了。然后呢，调一下这个 JK 裙摆，哎，屁股突然往右侧移动，然后这两个裙子就往左侧摆，然后有一个反弹回来，对吧？非常简单的道理。有的时候调起来就是容易犯晕。你看，刚才我两级一起来调节的，然后呢，给一个稍微的一个滞后就可以了，然后调一下这个手臂啊，手臂现在完全没有动，就不太生动，对吧？它有点反馈，有一点点反馈就行了。哎呀，这么半天我才做了3个动作，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做完呢，赶不上进度了。哎，又该被领导骂了，骂就骂吧，又不是一次了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必须打2把守望先锋，才能调节我的心情。OK， 今天就到这儿，关注 Mr. 猫怪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看我们这树倒了，梧桐果什么样子？给我们看看。像。哎呀 ，beautiful。